好的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哈。现在的话是咱们的瑞士时间2025年的8月23号的下午。然后呢，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，延续我们之前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说咱们如果一件事情不可逆的话，或者是很难去逆转的话，那么就最好不要轻易的去做。那么今天主要围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是整容这件事情哈。我们就是有一个说法是，冲动的话是魔鬼。其实冲动的话，我们人的话大概只有5秒钟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决定。但是冲动过后的话，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，那么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。比如说冲动之下的一个决定，那么这个事情可能会用很久或者是很大的代价去偿还，有的可能是几年、几十年，甚至是一生的代价去偿还哈。就是说，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件事情，如果说它不可逆转，或者是很难去逆转、很难去改变，那么最好不要去轻易的去做。围绕的主题呢，就是说，整容这个事情。那么我们知道哈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发肤其实是受制咱们的父母，就是咱们的父母生下我们、养育我们，也就是我们上帝哈给了我们什么东西，其实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比如说咱们大家可能觉得有的人可能有双眼皮，有的人没有双眼皮，有的人的话觉得鼻梁不太高，或者是脸颊不太消瘦就要去整容。那么就是有很多的一个整容的话，它其实是不可逆的。那么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可逆的。我们有就是知道哈，可能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就是很久以前咱们整容的那一批人哈，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其实如我们之前分享的一个观点，就是说人体的话，其实结构它没有哪一样是多余的，就是人体就是自带的哈，没有哪一个是多余的。它肯定有它的道理。比如说，上帝他赐给了你没有那么好看的就是一个外貌啊，或者是没有一个双眼皮啊，或者是没有高挺的鼻梁啊，那么肯定会有，就是因为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嘛，总要给你打开一扇窗。可能这扇窗你目前还没有发现，也许是你内在的一个美哈，也许是你的某一种特质内在的某种特质，上帝赐给了你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呢，就是说整容这个事情，我们知道就是说，第一批去整容的人可能已经过去了有几十年了哈，有很久的时间了。那么我们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他的一个资料，因为我之前有在咱们的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篇报道。他说的是一个整容的人，他脸的话就是几乎每一个部位，就是脸的话都有去做过一个整容，然后的话，一次整这里，下一次整那里，再下次的话，这样子的话就慢慢的，也没有办法去逆转去改变了，因为已经做了手术了嘛，该切的切掉了，该填的已经填进去了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去填充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脸部或者是在哪里，因为我们的就是人体的结构啊，它没有一样是多余的。比如说我们身体的每个睫毛啊、汗毛啊这些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头发呀这些，其实没有一个是多余的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人的生理结构啊，就是人体的身体结构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东西。比如说我们人的话有骨骼，然后呢有皮肤，然后的话就是有咱们的心脏。像咱们心脏的话，每天在为咱们工作，然后的话，从咱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直到我们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，它一直在昼夜不停的为我们去工作哈。就是经过大概的一个测算，其实呃就是一个心脏一天的话，就是你的心脏一天当中24小时大约能蹦出，就是累计的话能蹦出7吨的血液啊。就是说，你的身体器官就是日夜不停的在为你的一个身体正常运作的话，去为你去工作，然后呢去运行。对，他们都很爱着你，然后呢都在努力的为你去正常生活的话去工作哈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之前就是我有看到一个报道，就是他自己的话整容了，但是整容之后他变老了，他的年纪就是他的皮肤随着他的就是年纪的增长，它会松弛，它会老，然后它的胶原蛋白啊啥的都会慢慢的就可能就会消失，就会没有那么多了哈，不像年轻的时候。慢慢的他的皮肤可能会有褶皱，然后的话就没有那么 Q 弹，然后的话，他的就是脸部的话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完全就变形了，它不是那一种，自然而然的老去，就是我们老的话。
如果一个人变老，他是不是身体的，就是它是一个均衡的身体的所有结构，它是一个均衡的去变老。比如说眼睛可能或者是皮肤或者是鼻子，它变老的话，衰老它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过程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比较平衡的一个变老的过程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整容的话，你填充了一些硅胶或者啥的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在你的脸上或者是在哪里，然后的话，它不会随着像这些化学的东西，就是说，填充的这些物品哈，它不会随着你的年龄的衰老，然后呢这样子慢慢的退化，它会在那里显出来很突兀，看起来我看到那个照片哈，就是因为我之前看了没有保存，所以说就找不到了。但是大家可以去搜一搜，关于就是我们已经整容过了几十年，已经衰老的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呃，当时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，但是呢，就是它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我看到的是，这个男士的话，他其实整容了哈，整容了之后，而且他还好像做了一个什么变性的手术，然后呢，整成了一个女性。当他衰老之后，其实真的是很难很难看的，也不像一个老去的一个老年人，像一个奶奶，也不像一个老爷爷，反正就是总之就是非常难看。当然这方面的资料网上有很多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。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身体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身体发肤也是受之父母哈，赐给了我们什么就是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。我们有句话叫知足常乐。像我们以前有一个作者，就是《瓦尔登湖》一个作者哈，是18世纪吧，应该是美国18世纪还是19世纪，具体我记不太清了。就是，当然是确实有这样一个作品叫《瓦尔登湖》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这个作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然后呢带上了他的一把斧头，就带了一把斧头吧，然后也没有带什么东西，没有带钱啊，没有带什么，因为他想做一个实验，做一个社会学的实验，他就来到了咱们的瓦尔登湖旁边，通过这一把斧头哈，在这里就是生活了将近有1年多的时间，然后的话，所有的事情都自给自足，脱离咱们的就是家庭，脱离咱们的社会，然后呢，脱离原先的一个群体、一个社群，就通过这样自给自足的方式在这里生活，去思考他的一个哲学的一个观点，然后得出来一部作品叫做《瓦尔登湖》，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就是它其实挺有意思的。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的话要懂得去知足常乐，去珍惜眼前所拥有的，因为人的话，其实我们人的欲望很难，人很难去就是把自己的欲望就是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内，就是因为人的欲望嘛，会随着我们得到的越多，然后呢欲望会更大，会得到更多。比如说我定一个目标，某个人哈。不说我说某个人定了一个目标啊，他说我要赚多少多少钱，我要赚个1000万，然后的话，当他有了1000万之后，他又想着他的欲望就膨胀了，此时此刻，他又想着哦，我要赚2000万，然后他的欲望不断的膨胀。那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其实，很难的一点是知足常乐，就是说我们活在当下去，感受我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。比如你可能是一个单眼皮，但是我想要一个双眼皮，那么你有没有看到，其实我们世界上哈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甚至可能是受伤，有的是先天的，有的是可能他是眼睛都是残疾的，然后的话可能是单眼啦，或者是怎么就是失明的。当然你这样对比一下，哎，我的眼睛很好啊，很正常，是不是？我很健康或者是啥的，哪怕是你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在某一部分不太健康的人，那么你再对比还有其他更不健康的人，还有更那个啥的人，你这么一对比的话，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哈。其实你就发现，哎，我现在所拥有的，其实我也拥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，那么我就会更去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。然后的话，不是追求那种我没有的，这样子的话，人就会活得就是被自己的欲望所驱使了。对，就会不是活在当下，就不断的去追逐自己没有的东西。对，要说的是，其实借助《瓦尔登湖》作者的一个他的这种生活哲学哈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很多。其实，像他自己一个人拿着一把斧头，就到了咱们瓦尔登湖旁边，自己去搭建小木屋，然后的话自己去采摘野果，然后饿了的话就采摘野果啊，自己去狩猎啊或者啥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累了的话呢就休息，
毕竟他自己带了把斧头嘛，对吧？做这个实验，饿了就吃，然后呢累了就休息，这样子的话他也度过了，就是具体的时间我也没算哈，好像我记得是1年多的样子，就是他一个人带着抛开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呢就去生活了1年多，这种生活哲学其实呃挺不错的哈。就是说活在当下，然后呢，不被世俗的很多东西所牵绊。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的话，可能会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，比如说啊别人多么好看呀、怎么样，哪个明星又怎么样呢？哪个明星很漂亮啊，怎么，我要去整成一个明星的脸，其实没有必要哈，就是咱们懂得知足常乐，然后多审视审视自己所拥有的，不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就是说没有的，这样子的话人就会活得很累。对我们就是今天分享的话，就是如果说一件事情不可逆，或者是很难得去逆转的话，那么最好不要轻易去做。比如说，咱们今天分享的是不要轻易的话去整容，因为这个的话，如果你整了之后，可以看网上的一些案例，它整容之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的身体结构老化，对，像你的整了脸部去填充了一些硅胶，你的身体其实是自然老化，它会整个很均衡的就老去，然后看起来就很自然。如果说你整容之后，其实等你老了之后，那个脸其实就是特别难看的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网上应该是有很多这种现成的案例在那里，大家可以去参考参考。对的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分享的就是说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最后的话呢，就是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。如果说大家有觉得就是分享的不够妥帖或者是什么的，大家都可以在留言或者是互动啊，就是相互的话去提升自己。那么这期的话节目咱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咱们下期就是说再接着分享其他的主题哈。那咱们这期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